你知道你是站在跷跷板的中间点，可是两只脚是打开来的。上课然后扮德美，不是，没有我的画面你不懂，就是以前我们武打明星里面脚可以最开的，动不动就可以劈腿的。哎，我觉得我今天跟4个直男聊天，你没听懂，那真的太弱了。这里是只能喝酒的图书馆，一个出租成见、探索未知的地方。你脚可以出来一点没有？不用那么客气啦。我们这个挤一下。我们必须挤在这个挤。今天会做，今天大家做的会比较稍微憋一点的，没关系。我从来没有这样子录过5个人。我也没有。这个是你们开设有史以来录过最多人的嘛？对啊，我们最多就是4个人。我们录过4个。上次灭火器来。也是他们的2个人来嘛，对。但是后来郑宇成先走了嘛。对，他回高雄，他没想过可以录这么久。那集真的杨大正蛮醉的，杨大很醉，超醉，醉得出来，录很久哎。我们前面应该也是喝很多了，也喝很多，而且那一天是交错的喝的，不同种酒。我们是红酒跟 whisky 混在一起的。红酒跟 whisky 不可以混在一起吧？太可怕了。那天真的很醉。我们一开始在录20-30集都是这样乱喝的，是喝到最近觉得这样不行，就开始改喝一些比较可以喝撑比较久的东西。理性，理性。但我有时候还是会不小心把自己喝太醉，尤其是遇到来宾我跟他没什么话聊的时候，我就会一直想说我等下被攻下，然后我就会一直敲，先喝一杯酒在前面，对，就一直敲。看你今天会不会一直敲？今天还好。你今天看他一直敲，就知道他跟你们没话聊。我们会赶快。还有另外一种 message，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很开心的就会一直喝。你是包牌哦？包牌，不管怎么样都要一直喝。重点就是我最讨厌包牌鬼了。我之前在跟他讲说，我一整个礼拜我最开心的就是录节目那一天，因为那天我可以喝酒，其他时间我都觉得我在工作。其他时间都没有喝吗？没有。真的假的？我们1个星期只见一组人，只见一组人，只喝1次酒，就只喝1次酒。哇，你们很自律哎，因为现在来不及恢复，喝1次要休好几天，对，所以只喝1次酒。我说我们这个礼拜只见你们哎。我们没有见其他人，没有，除了这礼拜有见到就是早餐店的阿姨，其他人都没有跟任何人。但是这个是什么？从什么年纪开始要？应该是说2022年我们行测收起来以后，然后不是疫情吗？大家都锁起来。我们有一年就躲在这一栋里面，什么人都没有见，就除了录节目以外，什么人都没有。可是因为你们应该是喜欢喝酒的，但是就是只缩限到1天，对，是因为。就是不会啊，告诉你一天，我觉得蛮够的，蛮够的吗？对啊，因为喜欢喝酒，其实我们有聊过啊，喜欢喝酒不是喜欢喝酒下去的感觉，是喜欢喝完酒乱讲话。我们最喜欢跟人家聊天嘛，他是喝酒聊天的那种，不是喜欢一个人躲在家里自己偷偷喝，没有很喜欢。会开这个节目有一个原因，也是因为我们每一次跟朋友喝完酒以后啊，讲出来的话。特别值得记录。会没错，喝酒讲，对，听起来超有道理。不一定很有道理，很可能或许幼稚吧，或许。可是他很真心啊。对，对啊，而且有些很好笑啊，对，都很好笑，都很好笑。可是你们走向一个比较深度的路线。没有啊，我们喝完酒跟。你也跟我们喝过酒，你也知道。我知道。对啊，只是说节目上呈现出来是比较深度的，就不见得是会精华。我说，写专你要相信自己的潜力啊！要相信自己的潜力，对，你也可以，对，我跟你讲，其实每一个人喝完酒以后啊，都卡缪啊。对，卡缪的徒弟荒谬，认真啊，真的。没喝酒之前都是卡到音的。我觉得哲学可能大家都把它看得太严重了。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一定有他自己生存下来的一个哲理啊。对，一定有，我觉得一定有。那个就是每一个人的价值观啊，然后你只是用语言把它组织出来，让别人理解你的价值观是什么而已。对啊，人生哲学也没有什么谁比较厉害或者谁比较，就他如果活下来，他是用这个方式活下来，我就觉得这是合理的，没错，的方式嘛。是因为 Podcast 它没有更细的分类，叫生活哲学，
我们只能放在哲学类。对啊，对，所以一般听到哲学类就没有人要听了啊，就听起来就是研究什么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海德格对，就是开始来一些什么黑格尔现象学。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一定有他自己的哲理，只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有没有人有你跟你一样的人生场景，有的话，那他可能就能够理解你的心境是什么。理解但不见得认同。但可以理解，就可以开启对话，至少就可以开启对话。对，有一个，或者是说，我想要试着去理解你的人生场景，然后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你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人生哲理出现？等等之类的。对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件事啊。我们俩比较好奇对人啊，对人。我们去酒吧喝酒，基本上也在干差不多的事情。我就知道，灵魂拷问，对，就是在问说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啊，你为什么？那你心里在想什么？真的是就差不多是这样。所以我们喝酒跟录节目，我常常在讲说，就是其实我们录节目就是把我平常喝酒的场景多加个麦克风跟摄影机，其他剩下的事情是一模一样的。因为我喝酒的时候就在干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朋友很少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说，我们的铁粉很少。他说，当然啊，跟你们做朋友很累啊。对，每次要问我你的恐惧是什么？对，我只是想要图一个愉快的夜晚，然后跟你回答这些无为不为。跟我们认识很久的朋友，然后就会知道说，我从什么时候就开始问，对你来说爱是什么？然后有一个朋友都逼问他很多年，他都说不出来。我每年都逼问他。前几个礼拜他来喝酒，他居然说出来了。他想很久，就经过这么多年这样。他那天可能喝很醉吧。他那天可能他就说，对我来说爱是什么？爱就是有一个家可以让我回去。对。可是你要去想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他前面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之后，对，他才会讲出这句话。对，他以前是海王年轻的时候是海王，对，后来结婚了，生了一个小孩，离婚了，又复合了，对，又复合了，对，就是你知道，就这么多，这样这么多。就问了他这么多年，他就每次都会说：“干，我就不能好好喝酒吗？你很靠北，没事问你。”一直到前几个礼拜他来，再问他，他就跟我说：“爱是有一个家可以让我回去。”说不定他真的是到最近才意识到这件事情。是，所以我就说，因为他有他那样子的人生境遇。跟那样的人生场景，所以他讲述了这一句话，那就是他的哲理。而因为我理解，我理解他经历了什么，所以我完全觉得他讲的那句话很 touching。我们其实常常问人家问的问题都是一个很中性的问题，对，但很多人就会把它想得很复杂。比如说，那你定义一下什么叫做恐惧，什么叫做什么什么？那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其实那个问题不是要叫你讲一个正确的答案，今天是要考试或什么，我只是想要听论题。对，我只是想要听写一篇论文出来，你自己的感受，对这个东西你的感觉是什么？只要是你讲的我都觉得是对的。对，我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聊天模式了。对啊，我们可以开始问问题了。可以。所以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对你们三个来说，爱是什么？还是这个问题？哇，马上这个是什么？就是先来一个，是因为我们有写一首歌叫《爱是瞎毁》，对，爱是瞎毁，爱是瞎毁。这是你写的吧？不是我写的。是你？对，你为什么会写？我会写那首。我们其实非常少写情歌了，对啊，很少。前面专辑都在写什么天涯第一什么，对，然后就是我们也快到40岁，然后就是身边有很多不同的人生际遇，这样子会写这首歌，其实是我先写了一个出版的那个 demo， 然后我大概有就是歌词什么之类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其实我们在写歌，其实这张专辑的歌词还蛮严谨的，就是大家都会讨论，然后对，就是会给一些 feedback 这样子。然后我一开始写的时候，我其实想要写我对爱的答案嘛，
就是我觉得是什么。我其实就像你刚刚讲，就是我对这件事有一个相对应的理解，就是经过就是我的人生的历练，然后那时候钟汉对这个题目就是他有很强烈的感情，那他就问我说。就是这是真的，就是这个我你干嘛要出卖？我回溯一下，我没有出卖他，我说很强烈感是真的，就是他问我说，他觉得爱就是不能被定义。类似像这样的说法，我是先把主歌写好，然后但是那个副歌其实我没有定，其实对我们写歌来说，就是副歌其实是最重要的，然后那个就是它会是我们的 hook 或是 punch line 这件事情，我其实就试了几个版本，但是我有我自己心里面想要做的，但是钟汉就给我一个方向，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方向。他觉得要问就是爱到底是什么，在那个当下，我觉得我有听进去，就是好，那我不要把这个东西写成有一个有答案的，我觉得也不错。因为我们这张专辑是有找制作人的，大部分的歌都是非常的精炼，但是我就是我们到最后，就是我非常坚持，就是在要唱到副歌之前，就是我们有一个真的算是相对其他歌都是一个蛮多的间奏，因为我觉得要有足够的间奏才可以唱后面就是到底爱是什么。但这是我的坚持，就是所有人都说他觉得间奏太长。为什么你要有这个坚持？因为我觉得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比如说你讲说你的朋友经过了这么多的东西，他才 feedback 给你说，就是他觉得爱就是有一个归属，一个家。那我觉得如果这首歌，因为它其实对我来说，我在写的时候 BPM 应该是比现在慢20%，但是反正就是制作人觉得要快一点，符合现在大家的聆听逻辑这样子。好，这个我 OK， 可是我就觉得一定要有那个间奏。因为其实我们是很喜欢演间奏的乐团，就是我们喜欢只有乐器的，动不动一开始就动不动一首歌就弄得很长，对，前奏3分钟，对。那我觉得，因为我们是乐团，我们这些事情都可以讨论。可是比如说要唱到那个后面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就是前面那个提问到后面，就是我们稍微给他一些方向，到底爱是什么？我觉得那个间奏对我来说就非常重要，所以我就非常非常的坚持，就是我一定要那个间奏，就是没有妥协的空间。所以有坚持下来就是了。有后来有坚持下来，对，打了几架才没有打架，因为我们那时候已经专辑要录了，就是没有办法打架，要赶快先内斗了。好，他说好，你有坚持，好，那就这样。对。那你们认同他的坚持吗？后来认同啊，一开始 demo 的时候，就是大家会丢问题啦，不见得是不认同，而是说觉得那个方向大家会有个凝聚共识的一个过程，这样不只是我啦，维尼也会，我们一起对这首歌都会有一些想法，这样子。对。那因为爱本身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应该说我们可能也不觉得自己可以去给一个很确切的答案吧。对，就是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很不同，与其说给一个答案，不如说我们给一个想法或是一个提问，然后大家可以在自己在这个过程中去找到某些共鸣，这样子。那对你来说，爱是什么？维尼先讲。为了帮你挡子弹，我先讲，我先讲，对你先讲，我觉得维尼真的是来维士的，不叫维尼，他今天叫维士。现在后场面，其实我这个问题我的答案都超简单，因为这方面我是很直线人，我觉得。就是爱，就是可以跟你，就我今天好想要点一个大薯买1送1，然后对方就说好啊，来一起吃啊，干这样子，不管任何时候可以吃个，就是一起吃个废的食物，然后就没事，我觉得这个就太棒了。我追求的是这件事情，然后这个薯条要热的吗？薯条一定要热，如果吃到不热，我会生气。可是那种早餐去买早餐，他如果把那个热热的蛋饼跟冰冰的奶茶放在一起，我就不会再去那间买。他说饿到他真的会生气。对啊，那种热的跟冰的一定要分开。对啊，这个是让可以加。那我问你，那你薯条会加那个冰淇淋这样一起吃的？我都吃 pure 的，就是那个 pure， 我不要加盐这样，然后连盐巴也没有要加。对，这样能吃吗？因为麦当劳不是本来就会加，没有，你可以跟他说我要不加盐巴，他就会是哦，不一定是麦当劳，就是会
会比较酥，因为它要重炸。可是麦当劳的薯条不是最好吃吗？其实很多薯条都蛮好吃，但是麦当劳是你什么时候想吃，通常都买得到的。了解。我们为什么没有帮他没有？为什么聊起麦当劳？这是灵魂食物，灵魂食物。有人可以陪你，就是在那一刻很单纯，我觉得就太棒。薯条是从小朋友就会想要吃薯条，对啊，我觉得这个也不只是跟伴侣啊，跟朋友也是啊。如果有那种朋友说你要不要吃薯条，就在那边鼓鼓摸摸说要不要什么酱，就走开，我不想理你。对，因为对朋友就是要吃什么好啊什么的，先去再说，先做再说。我觉得这个才是在这个信任圈里面。你们3个谁最古摸？不同领域就会有不同。对，这个吗？都古龟毛的点不一样。对，我的防弹背心用完。好，我可以讲，想到了。应该说，我觉得当初江江写这首歌，就是怎么讲？就是其实这个是很棒的题目嘛，但是我们以前都没有能力去处理这件事情。对，我们比较处理我们3个人一起打拼啊什么这种，就是写起来比较轻松。因为我觉得讲到爱情，就是真的对，就是每个人的生命经验差很多嘛，就是不一定我讲的跟他们讲的是一样，体验是一样的。这个是真的，就是我们在写歌的时候，就是我们3个人都有共鸣，其实蛮重要的。毕竟是乐团，不是说就是你写，可是我真的没感觉，我们就会让他出去。其实通常不太，几乎应该说没有这样过了。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会讨论的，很理解。对啊，然后所以后来就是我们就是有提一些想法，就是我好像可以用提问的方式，对。然后我觉得后来他改完的歌词，就是我觉得有吓到，我就想说，哇，你这个我觉得这写得很好啦，对，就是谢谢，对，真心的，对，就是你还是没有回答问题。到底要躲到什么时候？中间到底要撑多久？对啊，你到底要讲什么？没有，我们刚刚中间那块都可以剪掉，没关系。要撑多久？看你要撑好不好？我们意思就在歌词里面啦，我觉得什么意思呢？现在要念歌词吗？可是歌词又不是你写的，不是我写的，可是我那时候觉得说，哇，你这是写给我的吗？可是后来想想不是，他应该也是写给他自己。应该不会写给你。不是啊，你为什么一定要拖他江江下水？好了，我们继续喝啦 ，OK 啦。所以爱到底是什么？那我们再给他一点时间。我来那个救一下。那江江原本写的版本是什么？没有，因为我就是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翻一下那个《恋人絮语》。我其实没有看很懂，大学的时候，然后后来觉得它很像有某种程度很像诗啊，就是在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有意识要做爱情这首歌，我就翻到他说大意就是说世界上最寂寞的事情是爱上一个人。因为你那么爱他，可是就是对方其实不知道，你的世界是就是为他融化之类，类似像这样子。所以是还没有告白的时候嘛。可是因为罗兰波特写字，他就是很抽象嘛，他不会用故事性去写，他就是描述一个状态嘛。我觉得那个爱上一个人是世界上最寂寞这件事情，我觉得蛮诗意的，蛮适合写成歌的。我在那个当下读到这篇短短的文章的时候，我就蛮有感触的。然后再进到下一个，就是真的就是爱惜下回，然后就是可是如果我们的爱情只剩2-3句话，那就是没有人会觉得过得去之类的。就是我后面的 hook 是这样写的，因为那时候写其实就是想要写一个比较广泛大家会有共鸣的。因为我现在是有小孩嘛，就如果你就是被一堆家务事繁忙的时候，其实你跟你的另一半如果都只有就是一些日常琐事，你们真的有讲到心里面，或者是讲到心里的话或者什么的。之前不是有那个韩剧什么什么，反正就是一个什么82年生的我知道金智英之类的，然后反正电影吗？嗯那是电影，我有看，对，总之他就是在讲说独自照顾小孩，对。然后反正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我忘记可能是什么某个中国时报副刊，他就讲说，就是她是一个全职妈妈，然后带小孩。总之他说他顾了小孩一整天，然后他可能也跟小孩讲话什么之类的，可是他觉得他其实根本没有讲到话，他一整天没有跟任何人讲话，他需要心灵的这种
交流，就是你跟一个人的关系只剩2-3句话，那个2-3句话可能就只是一些很日常的东西，里面没有讲到心里面的话。其实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他是不是爱就已经好像快没了之类的。那时候写这个歌词，就是我就是蛮坚持要保留这个部分，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在我观察蛮多身边的朋友，或者是我自己看电影要读到故事，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蛮重要的。你可能你有夫妻关系，你可能看起来大家也都觉得很好，你可能就是家庭好像很美满，可是你们根本没有讲到一些心里的话嘛，但这不容易嘛，就是我们的家庭教育或者是有一个方式啊，就像我们一样开个 podcast， 把它锁在一个地方，把它变成工作。所以我们还有一个人还没讲嘛，就是话可以讲，对，就被迫每个礼拜都要讲一点什么话，都会很干呐。对，然后最好是还可以继续再喝一点酒，就对，什么都讲出来了，太棒了。对，谢专今天喝得很快。哎，我跟你讲，谢永汉来帮他倒酒，帮谢永汉倒酒。跟你讲啦，多一点啊，对啊，帮我等下去右一下。我们在幼语比较讲得出来。不然换个方式问好，那你觉得爱不是什么？爱绝对不是什么？爱不是什么？对。我先问别的问题好了。对，因为我在研究你们的时候，我就发现你们现在好像到了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感觉，就是从你们前面的专辑，第一张专辑《High Copy》，一直到这张专辑，感觉上我不知道，我只是感觉而已，我其实并不理解，我只是感觉说你们现在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已经到了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你看你们3个臭直男。哇，整天待在那个直男公寓里面。你们3个就是比如音乐啊，然后朋友啊，然后事业啊，然后你们未来要走向哪里啊？然后对于这个社会的不公平，你们觉得愤怒啊等等之类，你们的思考应该都往那边去，对不对？可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像你就会写。爱是瞎回，对不对？或者有好几首其实都跟爱情有一点点关系的。我觉得有啦，就是这几年，就是大家人生阶段有比较不一样嘛，对吧？比方说江有小孩嘛，关你屁事！你讲你自己就好了，讲你自己，代表你自己发言。赞，他们自己会讲，他们自己会讲到自己，你干嘛替他们发言？今天是怎样团长的？今天团长不是你，我先讲。对，就是到一个，就是今天团长是最清醒的那一个，太清醒了。刚刚已经用掉一次，我求救援了，当然不能太常用。确实就是到一个不同的阶段。以前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我们没有在想那么多。其实那时候还蛮开心，就是我们只要专注在音乐上啊。最晒其实就是出社会工作，然后面对一些比较让人觉得沮丧的事情，就是比方说啊，你工作不见得是你想做，或者是钱很少啊之类的。对，但是我觉得乐团的最棒的地方就是，永远会知道说，我在这个地方就是我可以做我们想要做的创作，这样子。那个真的是一个你很难形容，我觉得一般人可能很难理解吧，就是因为大家都是出社会工作，然后可能下班就回家睡觉，可是没有，我们下班去练团，然后是假日去练团，然后这个生活我们就这样持续10几年，现在快要20年。对，我们中间都没有停止过，19年了，几乎没有，对，19年，很可怕，听起来就是很可怕。但我觉得有个点应该是说，其实我们就是 indie kids， 然后我们觉得那些很酷的团，它其实就是它如果不是那么主流的话，它并不会，就算他写爱情，他也不会直接写爱情，他可能会用一些影射的或者是一些譬喻的方式写。所以其实如果你有写爱情，它比较有高的几率会是大家好像会比较有共鸣的啊，可能我们就是不会滚嘛，就是想说啊，我就是玩摇滚乐，我要做一些就是帅的事情。那我们觉得那时候比较有趣，应该说让我们心仪的那些乐团，他们就算写爱情，他们会用一些不一样的方式写，不是写一些就是很直白，就是很 mellow 的东西这样子。但我其实想问的东西是说，你们有没有觉得你们自己人生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OK。
然后你们现在觉得这个阶段跟前面那个阶段差别在哪里？然后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在看，你们觉得你们现在到哪一个阶段里面了？或者说换一个问题是说，你们现在的心境跟当年做第一张专辑的心境有什么不一样？随着年纪的增长，这差现实的打压和各种。对，然后家庭的束缚，各种妈的结了婚啊什么。先维尼好了，清醒的先来。清醒因为我其实就是我跟他们比较不一样，我其实虽然之前有其他的工作，但全部都是跟音乐相关。对，我觉得这辈子赚的每一块钱都是音乐以及音乐附属的工作，然后这样子存活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我其实现在还蛮活在年轻时候的梦中，那样弹吉他，你弹越多赚越多钱，然后你弹越多吉他赚越多钱，可能对，又就是你就可以写更多歌，然后买乐器，然后就是这个循环买更多的琴，对，这个循环实在太爽了。然后又可以去借由演出，然后去看很多不同的风景。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有点太幸福啦。然后所以就是最近有在想说，那就是因为大家不是说应该要有什么中年危机之类的，但我觉得其实我好像没有，因为我就还是像个小朋友这样子，还是个中二生，还中二到不行。中二，我完全可以理解，可以理解，完全能够理解，听起来蛮好的。所以我最近开始问自己说，那你除了音乐之外还有什么这样子？对，那你有问到什么？没有，我才这礼拜刚开始想，才刚问而已。但是是真的，有一次我们喝酒，就一群哥们喝酒在右营，然后大家讲说，如果你今天要互换角色，大家想要当谁？蛮多人想要当他的，那是火鸟问的嘛？对，是火鸟问的，蛮多人想当他的，对，真的哦，因为他活得蛮自我的，真的，而且我也没有故意，我就是真的。我完全你超故意的吧？我说我没有故意要这么自我，可是我真的就是没有你没有其他的选项，就是要这样子。可是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维尼耶，完全能够理解。所以我觉得他要求也不高，他只要大暑就可以了。对，真的确实，但是要热的。我觉得我跟维尼比较接近，对，但其实也是我觉得。因为就是我们做了4张专辑，然后比如说玩了20年，虽然我觉得这20年里面有一半时间都在练功，我们在熟悉自己，也在熟悉团员彼此。然后我们其实到了成团差不多10年左右，才真的会真的比较知道怎么写歌，所以才真的开始变成一个创作者。但总之，我觉得也该想一些。就是我刚才说的，那除了音乐，我剩下什么？因为如果只是单纯想音乐或是音色的话，那会变成是这个艺术跟这个创作会变，其实你没有一个终点的创作，到最后也是不好。懂你的意思。对，因为其实再怎么说，音乐它就是符号跟时间的组合。对，但我觉得就是音乐它大于这个，像刚刚大家讨论的歌词，或者是你这个歌词跟你人生的咬合。对啊，这种事情其实只有单纯想音乐，我不认为是做得到的。但我这礼拜才刚开始反省而已。我知道了，对，维尼长大了，太晚熟了，终于，这也蛮好的啊。你中2要升中3，然后读超久，那个制服要绣多一条杠，对，就在紧张了，有没有？但我其实常常觉得，能够中2的时间越长，是表示越幸福的，真的，不是吧？就是他可以很单纯，对这个世界还怀抱一些理想和梦想，或者是 whatever， 或者是想法很单纯。我觉得这件事很棒啊。对，中年危机这件事情，我们前几天我们2个人才在聊。我们2个也没有中年危机耶，即便前面的创业很失败，可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是失败的。简单说呢，就是灵魂离自己很近，离自己并不远。所以那个没有背离自己的，没有。我超，尤其我觉得人在逆境的时候，你会跟自己很近。就是你过得越不顺遂啊，你越会跟自己走得越近。你为什么你会有自我提问之类的吗？对，你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嘛。每天就问自己很多各式各样的问题。OK， 然后你走得越顺的时候，你很容易跟自己离得越来越远，因为你会去追逐一些，比如说名啊、利啊，这个方法赚钱有效，我要加码投资，对不对？做很多事情，做到有一天会说，那我到底在干嘛？就离自己很远。但我们是因为一路上，比如说从创业开始到现在，我觉得啦，
一路被打了，一直左边啪，右边啪，一直不停的被呼巴掌，所以呼到你每天在怀疑自己，怀疑久了之后就突然觉得现在应该就是我其实就长这样，所以我没有觉得现在有什么中年危机，因为前面几年都一直不停的在怀疑这个东西。就我觉得可能真的逆境是会，它是有帮助的。我不知道维尼是不是原生家庭是很多挫折的，或者是他的人生境遇是很多挫折，不知道。我觉得我好像一直没有想到什么乐啊，对，我跟享乐蛮绝缘的。就比如说大家说什么出国住5星级，或者是什么就是那种去吃超好的餐厅之类的，我觉得这个都跟我离很远。就只想吃大薯。对，但是之前是因为比如说因为只靠音乐工作，真的是你要花超级多时间才可以获取一个稍微可以过活的收入。对，所以在我们还没有转正之前，我真的是1个礼拜大概休1天不到吧。所以就是而且剩下的时间也真的就是大家一起练团、开会啊、表演什么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似乎是因为没有我没有想过乐，所以其实不知道什么是享乐。人生没有那种场景过。对，但现在看起来会有时候人家在讲就是比较物质的东西的时候，会有点听不懂，就是真的原来就是40岁之后要开始存钱。然后但是我对存钱的概念就是，反正我不要花钱，不要乱花钱，自动存钱，显然是错的，太多了够用就好。你钱都拿去买大薯了之类的啦。只要这个月不要乱买乐器，应该就是存钱。对，还是会想要买什么喇叭什么之类的，音响买音箱，对啊，还是会有。音箱就是往上叠的吗？可以理解。你觉得你是相对执着的人吗？我应该就是有一阵子就只剩执着吧，对吧？因为就是只剩执着，每天起床的时候，如果没有只靠音乐活着，我真的就无法过活。所以我就算很辛苦好累的，交情超累的，一天上10个小时，那反正就顶下去，对吧？哇，有一个人可以说他自己人生只剩执着，这件事情超酷的，就没有那个时候没有财产，然后也没有什么后盾，屌爆了，也没有，就是真的是这样的。没有，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你觉得你是个认命的人吗？好像是，应该是说也没有故意要去违逆命运，但是觉得说我应该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吧。你什么违逆？你就叫违逆。应该可以想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对，就是不是说一瞬间，因为我觉得反正你觉得可行，对，就要慢慢的，应该活得下来，但是必须先讲求不伤身体，然后再慢慢瞧那个效果。这是这5周制药吗？很重要，不伤身体啊，绝对不是短跑者，要慢慢的跑。我跟你讲，我觉得维尼是有兽性的人。对，所以才要。所以他今天不喝酒，他落差很大。我觉得维尼是有兽性的人。我其实也觉得，对，喝完酒是那个大闹天宫的人。地下室的野兽会出来。那你觉得哪个才是本性？2个都是啊，都是吧？ 2个都是啊。他是认命但不认份啊。是。好赞！你知道那个梦想越大，这个脚要越踩在地上。对，哇。讲得太好了，为了要表演，今天不能喝酒。对，这个人蛮不错的。要做到这件事情很难的，很难啊，超难的，超级难啊！而且他刚刚讲那一句，有一阵子人生只剩执着，不是一般人能够说得出来的。我不认为能够讲出这句话是很容易的，可能他觉得很轻巧啦。真的要极度执着的人才想得出来，极度执着。他全一品牌之类，我们就是一起，我们都知道彼此的状况啊，对啊，所以你觉得你是坚持还是执着？我觉得应该是拱吧，对吧？拱这样子。你觉得你是拱还是聪明？应该是拱，但是不会让自己饿死。应该说心态上是卡拱，但是并不是很笨，会自己去撞墙的那种。比如说，如果我有时候会跳出来用同理心，或者是用不同的摄影机视角，就想说，如果是我认识的谁，他过这个生活会怎么样？然后就想，这样看起来我自己好像过得不错，加油吧，这样子给自己加油打气。对，必须要常常给自己加油。对，因为这个又不用钱。对啊，我觉得他们3个里面，应该维尼比较属于疯子类的，虽然他看起来就是比较最正常的。对，
最正常。我觉得不是最正常的人，他是最不正常的，超不正常。我觉得他是最不正常的，同意，没错，复议是吧？复议，我想看，欢迎加入那个，对， 8月24号，反正对，还要解禁，反正我8月24号之后应该会常常，你们去幼儿园看一下就会看到。而且我觉得他我想感觉看维尼 Key 崩，感觉他为了他的疯狂，他有很累积能量，很节制的在日常生活中把他的能量蓄积，你知道，对就希望他最后这个小宇宙要大爆发，你知道，就bah，好可怕，我不想看。他觉得那个不能太常用，对，不能太常用，可是不行吧？他没有戒酒这么久我不敢看的，这个太压抑了，真的。半年真的蛮久的，我不敢看。身为他的老友，像是你知道绑了一个贞操带，绑了半年之后，妈的，忽然要开始，知道能看吗？哇！现在已经满到天灵盖了，真的，呼气都有那个。你也会觉得说，为什么人这样活这么累？可是，在这件事在维尼身上是不适用的，不适用。其实我又没有酗酒，只是因为其实我平常只有跟大家出来玩才会喝酒，所以就不要喝就好了，对吧？也不会怎么样，对吧？当然有时候看你们在那边倒来倒去，想说，看这一定很香。倒酒的声音是世界上最棒的声音。我们来敲个杯吧。维尼，来，维尼，我跟你讲哦，他比大薯香。我相信。好了，换江。你第一张专辑的创作一直到现在，对，你觉得心境上哪里有不一样？我觉得我们做一些就是不经意或者是非常纯粹，只是自己想要做的歌的时候，有趣的是那个怎么讲，观众的反应。我们一开始可能被大家注意到的是《哈利波特不应该》跟就是我们第2张专辑的《暗流》，就这2首歌。那可是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做《暗流》这首歌的时候，我们那张专辑是什么？《哈利波特不应该》就是这首几乎10分钟的歌放第1首，然后《暗流》是放最后1首。然后《暗流》那时候我们做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超好笑，因为我们非常喜欢 post rock， 就是后摇滚。然后年轻的时候，就是我们很沉浸在这个里面。可是就是你写了一首3分钟前奏的歌，我觉得那首歌我们放在最后，就是我们就是觉得自己觉得很爽，就是那是我们喜欢的东西。可是没有人在写一首这么长的歌，然后前奏有3分钟，然后后面演奏又那么长。那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就是我其实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啦，就是大家会有共鸣，然后而且我们也是很神经病的把一首几乎10分钟的歌放在第1首歌。如果以现在演算法来说，那是就是点击率最高，你怎么会放一个这个事情？我们后来下一张专辑，我们写了一首，我们就文青嘛，然后我们进到社会之后，其实有很多人就是他就是离开这个我们的生活圈，或者是就是大家一起 hang out 的圈子，他就是有他的工作或者是他的家庭什么的，所以我们这写一首歌叫《拍谁丢人》，然后那也是在那张专辑比较突出的歌，突出的歌是说那首歌我们就是没有写给谁，我们写给自己。暗流其实也是，就是我们写给自己，就是非常诚实，觉得我想要把这首歌收到这张专辑，我知道它可能跟其他的歌的味道不一样，不是为了市场的考量。对，我们其实也没有太为市场考量，可是就是比如说专辑会想要收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形状。可那首歌我很确定，我就是觉得我演奏这首歌我很快乐，或者是那时候写暗流就是那就是我们一边当上班族，然后一边玩乐团，因为我们做第2张专辑的时候很痛苦。我觉得就是我们好像每张专辑都有一首歌，就1-2首歌是真的是写给我们自己听的，然后那个通常反应也会不错。就是原本以为是员工餐，结果大家都想吃这一餐。没错，是这样，就是这样。对。那我觉得我觉得某种程度，如果那一首歌有被听众喜欢，我觉得那就是一个私密却又振奋的肯定。因为你本来就没有想说，就是你应该是听前面几首或者听其他首歌，这首歌我是要拿来自己怎么讲，就员工餐嘛，对吧？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一首歌，然后那个东西的乐风，那首歌的乐风，就比如说像暗流或者是拍谁丢年，它就是跟其他歌是非常异质化的存在。这个状态其实是蛮特别的，我有点像是我们为了应该说在每一个出专辑的阶段，我们自己给自己留给自己的那首歌，然后它突然就变得大家会喜欢。那它是不是在我这都我随便乱讲，就是它是不是在怎么讲，暗示着我们其实我们不能够背离我们自己太远。
这是我自己的那个，我无聊想一想会觉得是这样，就是我们出拍的点的时候，就是所有人都觉得，你们怎么出这，就是大家都觉得我们好像要写一些比较 say 扣的歌，但是派对就是一个，我们还编了一个很强的舞，然后节奏是俏皮的。我知道要看那个 MV， 对，那 MV 其实就是我们生活靠北的，对，蛮靠北的。然后中年生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刚出没多久，杨大正就是我其实平常也不会跟他聊天，然后他传讯就是前辈嘛，前辈大正的，他传讯他说，我觉得他那天一定有喝酒，然后他说，这样就是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太赞什么的，他是拖了一大堆，然后我已经睡着了，因为我是一个很早睡的人，他就大概凌晨1-2点传讯，这个一定是我印象超深刻，就是我们刚发那 MV， 他说你们怎么可以写出这份报告是太广，他那时候应该是有点低潮了，我觉得，就是如果听你们的那个，就差不多在交界那个时候，然后我印象很深刻了，对。江江，你知道从一开始到现在，你所有的语言啊，我发现一件事，你是一个站在跷跷板的中间点的人啊，什么东西？那不就是那个星座的天秤座？不，就是你的性格，你知道你是站在跷跷板的中间点，可是2只脚是打开来的。上课然后扮德美，不是，没有我的画面。你不懂，上课然后扮达美，就是以前我们武打明星里面脚可以最开的，动不动就可以劈腿的，靠腰啊！就是那个。我觉得我今天跟4个直男聊天，我真他妈的，你没听懂，这真的太弱了。上课然后扮达美，你不知道吗？知道啊，多一点。但我要讲的就是说，你试图的在2集里面平衡2集你怎么说？譬如说，你刚刚会说，在专辑里头，你的坚持，你坚持中间的这个间奏要很长很长很长，可是你会去想市场可能不太接受，所以你要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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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都是非常2极端的一个。OK， 你所有从头到尾，你所有的东西都在这2个平衡里面，你知道吗？你不是只是站在那个天秤的中间直直的站着，因为你直直的站着就等于是2边都平衡了嘛。没有，为什么我说2只脚是开着？因为你要试图的踩到一个平衡。你在踩它，哇，你好，踩左跟踩右，踩左跟踩右，然后试图的让它平衡，对，逐渐的平衡，但是你试图让它平衡，对，上克劳的范达美他本人，动不动2边肌肉练得很平衡，动不动就劈腿的，对你刚刚所有的语言都在用在这里上啊，因为我是会就是一件事情想非常多个版本的人，就是我会光谱的2端都想过，然后我会选择一个就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好的选项，他就是比较避险的啦。对，没错。像这个人就没有在管的嘛，他不知道险是什么东西，他极左，然后那个人就是哪里有险他哪里要，他极右。那你们现在刚好就是哇，所以你是你们3个人就是协调的人吗？协调人是他。协调人真的假的？你为屁啦！他真的，我们吵架都是他阶段啊。对了，对啊，今年所以你们2个比较容易吵架，然后是他我们超常签的，我跟维尼超常，真的假的？对，但是但我们现在在变化，脾气这个板块在脾气变得很棒。对，我这2年你为什么脾气变得很棒？就觉得就像我刚刚讲的是，我好像真的过得蛮好的，不要跟大家争执这样子。对，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跟我一样开心。你屁啦！你只是没喝酒而已，我哪里在吐嘞？对啊，喝完酒每天吃大，喝完酒就直接开始3字经用。我讲维尼今天所有的东西都不算，维尼讲的都今天讲的所有东西，我都觉得这个真的是你把他讲的东西，把它180度翻过来，应该就是他以下不代表本节目。对，维尼今天没喝酒，对，所以今天讲的都不算。这半年的我不是我的，阿北的不是我的我。对，但江江，你有发现你是这样吗？就像我刚刚讲形容的那个画面，
但是你的譬喻让我蛮惊讶，但是我的确是会想各种，就是可是我年轻的时候我虽然想过，但是我还是选择我爽的，但我现在不会了。但你讲的是没错，就是我知道我会想过超多那个，所以他一定是想最多人啊。所以你如果问我什么事情，我都可以讲各种不同的版本。就是如果你真的认真要问我的话，就是为什么我做这个决定，或者是我觉得这样比较好，我大概可以讲超多。对，可是我跟你讲，你到最后你还是会选一个最利己的版本，利己的版本。可是因为我们就你爽的版本啊。我爽我不一定，因为我爽的版本可能会让他们不爽，就是让我的团员不爽，所以我可能会把这个放到这个天平里面去算那个。不会啊，但那你天平的重量就是说，这个团如果大家都爽，对我来讲也是爽的啊。这个一定会，就是如果大家都爽，我100%肯定我就说那我要讲。对，但玩乐坛哪有那么简单？对啊，其实我觉得蛮难的，3个男人要能够在一起19年，还可以。只要在一起，我们看多少乐团，到后面都是翻脸吵架的，或者然后都太多了。对啊，什么那个什么是 The Killers 还是什么，就是主唱要自己坐一台车，然后其他团员坐。对啊，以前太多乐团都是后来分手了，然后都死不见面的各种。可是我觉得很正常，其实这是正常。我觉得我跟你讲，他们3个人啊，比如他中2嘛，对不对？那他就是小学5年级，对，然后他高1，高1啊，对 ，OK。你说钟汉小学5年级，江高1，高1啊，然后维尼就中2嘛，中2是中2年级，永远的中2啊，就还好，就还是可以打篮球打在一起。这个比喻我喜欢。还行啊，我也是有在打篮球啊，是不是？你是不是小学5、6年级而已？我都跟小学5、6年级在打篮球，是真的。好，真的吗？因为我会去国小打篮球。你干嘛每次去国小打篮球？因为近。因为近。现在他们也都忙，以前我们会一起打篮球啊。对，打后来在一起的时候受伤就不行了。钟汉描述一下你最近心境的改变，好吧？他酒还没喝太多，描述不出。为什么最近开始重打篮球呢？我觉得回应一下，从当初到现在，好不好？好，对。阶段，我为什么一定要听这一段？这是你刚才的问题。我不打算，我没有打算问你啊。不想问小武生的回答这样子。你想讲还是可以讲。好了，你说，我们听小武生了。我们大不了剪掉而已啦。你讲。你说。我觉得当初组团的时候，就是大学生，你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你应该说，你根本不会想到说这件事会持续多久，你不会考量它后面任何后果，你只觉得这件事很好玩这样。小武本来就没有要考虑后果。对啊，就是对，当初的动机就是这样。那可是后面当然就是发生超多事情，那些都是你一开始不会想到。就如果你要再回去当初那个阶段，然后告诉我说，你后面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吗？说不定我真的不会选，就是因为这中间真的太困难。我觉得我们不只是3个人在玩团，就是中间会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度过。比方说我们去阿寮表演，然后遇到那些大哥，我觉得那些对我们来讲也是很神奇的力量。就是你以为玩团是3个人的事情，没有，就是那个音乐其实是会影响到不同人，而且是不同年龄层的，而且是你根本没想过你可能这辈子会跟他们变成好朋友的人。你知道为什么我说钟汉是5年级吗？为什么？5、6年级。你知道5、6年级有一个很奇怪的氛围，就是他觉得他长大了，我要长大，所以我还在那个阶段，就是你其实没有人要求你要长大，然后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给你自己这个压力耶？哇！就真正的小武生，那个是你就放他过去了，就是 OK， 我知道你要登大人，刚开始 make keyboard 的那个登大人，然后所以没事，我就可以让你过去。可是你知道，你一直很用力在做这件事情，不知道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可能我就是比较执着嘛。这个词我用走了。我觉得我也很执着。你应该不是你应该不是执着，你是纠结。对，纠结，你是纠结。纠结。
喂，等一下，好像是，等一下，可能我会陷在一个状态里面吧。对，等一下，你刚刚那个直接的用语会不会太没有礼貌？不会啊，为什么？哦，好吧还好吧。，OK，聊天嘛，不是就这样。 OK，OK 朋友聊天不是就讲实话吗？看到什么讲什么吗？讲的好像我刚刚形容他小武生，有很礼貌，对啊，你有比我礼貌吗？他妈的，讲的好像我是，笑死你每次都讲的好像我好像禽兽一样，其实你才是王八蛋吧？抱歉，我们上礼拜发表，我发展出了一个这个人生的表格，然后我就把我们所有的来宾放在那个表格里面的位置分类这样。 5-6个象限，我分了6个象限，这么多象限，对，没有，其实它这差别就是在于，就是你是不是有兽性的，其实人都有兽性了，但你有没有把你兽性展现出来？那你为什么没办法展现出来？是因为有道德的框架嘛？那你到底符合多少道德，符合多少兽性？这是你现在的样子，但是你很有可能你想要去别的地方，去那个兽性多一点的，或者去那个道德多一点的地方。对，所以我常常在看说，你这个人现在在什么地方，然后他想去哪里？这样，我用这个方式在看。那兽性的反的，就是符合道德框架的人啊。哦，对，越自我的人越没有在管这个社会的道德。好想看你那个表格哦。然后我们后来有发现，可以画一下。没有，后来发现大概某一个 character 的人都会做某一样的职业，某个程度上啦，相对的，譬如说兽性比较高的人，通常都会当导演啊。OK 之类的，或者是编剧啊，或者是那种把他自己的他妈其实流语就弄进去里面这样。对。然后如果是道德框架稍微高一点的，就会当老师啊。因为他自己做不到，所以他累积了很多这种像那个以前写预期术的，要怎么教老婆的这个方法的人，通常都是最怕老婆那个人。对，他就是因为他超毒烂他老婆，每天都在思考这件事，他每天都在想这些事情，所以他才可以想出100个方法对付他老婆嘛。你去想这些事情嘛，所以他是最受到道德框架，他在现实生活中是最没有办法当一个很帅气的老公的人嘛。像写情绪勒索的，他就是长期被情绪勒索。哦，对啊，没有删图的人，对，很删图啊，募资啊，募资就是一天到晚被情绪勒索啊。真的吗？真的，他就是一天到晚被情勒，他才可以写出。他就是对情勒完全没办法的，他就每天就受到情勒的人，他才可以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情勒，没错，情勒，他才可以辨识出那些细节，然后你要怎么去对抗他。对，他就是有亲身经历的。对啊，像那种他都没有在被人家唬拦，没有唬拦别人的，没有被情绪勒，你叫他写不出来，2页就写完了，或者1句话就写完，说干你还去死的，对，是吧？那怎么可能写一本书？比如说冒牌者症候群，在我的人生里面我就没有这个场景，因为我没有在管别人嘛。譬如说在乎他人的评价这件事，我没有办法去揣摩那个心境，因为我只在乎我自己啊。所以每一次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都说我这件事情我真的困难，因为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我试着要去揣摩，我也揣摩不到。那我问你一个问题了，你想要吃一个餐厅，你会查 Google 评论，还是你会站在外面看，感受一下，然后决定要不要去吃？我知道答案。他会找上一次他吃过他觉得 OK 的餐厅，他不会去吃新的餐厅。然后我就是那种我每次都要去找新的餐厅，然后看评价，然后还会看评论，然后然后评价我就是那个评分我不会看，但是我会依评论他讲好或不好，我会帮他综合评分，我自己有一个我自己的评分。但他是完全不会看这个事情，他是完全就是他上次去吃哪一间还 OK 他下一次就不会去任何要冒险的。那我跟你讲，如果我还有老婆的时候，我跟你一样，还有老婆的，还有老婆。等一下，这个什么？哇，你自己报哎！等一下，什么叫还有老婆的事？我都没有问他自己报。凶狠，真的不要再纠结了。我现在已经放很开了。对啊，我现在是放最开的人了。你确定？对啊，你没有？我确定你没有。小武生不是放开的，不是长这样的，真的啦。那你我是没有认识。你说一件你
去年不敢做，但今年敢做的事情。哦，对，我们听听看灵魂拷问，对，这个听起来不错。我现在什么都敢做、啊。这个蛮小五的，这个听起来就是小五的人，小五有没有记不得？现在敢自己骑车去学校，是这样吗？没有。没有，我现在我今年敢走路去上学，自己一个人。你我觉得蛮奇妙的是说，你有时候年轻的时候，你觉得你比较敢做什么事情，对，可是不一定有时候你年纪大，你反而你会更自在。那是你的纠结啊。对啊，我觉得我年轻比较纠结啊，但我现在反而比较没有那个纠结，因为可能我觉得就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了嘛。那你可能会想象到，其实最惨就是这样而已。可是你知道，我刚刚听下来，我觉得你最大的纠结就是你觉得爱不要给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我们要给别人有思考的空间。有一件事情是这样，就是或许我只是想要听你的定义是什么而已。哇，跟其他人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想的定义好，我可以讲啊。我的定义就是我可以付出一切啊，就是这样啊。爱就是付出一切啊。跟我们家有一个小武神，差不多啊。你不觉得大家很棒吗？所以我就是小武。可以。人如果说他在20-30岁说他自己很成熟或早熟的话，要骗人。怎么说呢？为什么？因为你就是这样吗？我觉得是啊。以前他们吵架，我就在那边调停啊，对啊。后来就觉得说，为什么要调停他们？对啊，你就吵啊，吵架很正常，对啊。然后我也想吵啊，那为什么我都要调停这样？结果你吵起来是最凶的那个，最无赖的那一位。没有，他凶起来，真的那个金牛座那2只脚出现，我们都会好，我们2个就好。他其实是最幼稚的那个，他就是最幼稚，只是因为他的幼稚一直以来被他的不知道某个原因，他觉得他想要猛兽，就是装成一个大人的样子，栅栏里面这样。我跟你说，我要讲的就是维尼啊，他就是有兽性的人，他就是从丛林出来的人，然后来到这个都市。我想要 Guns N' Roses， 他来到这个都市 ，Welcome to the 他 jungle， 顶多不去吃人，可是他还是一个兽，他是一头野兽。谢宗翰就不是了。他是什么？谢宗翰本身就是一头野兽，来到这个都市呢，就他妈的想要成为一个都市人。对啊，假装是一个都市人，对他自己有一点期许。对，然后融入这个都市，对，温儒雅，文明，好不好？要文明，这看他就是一头野兽啊！以之用火，对，以之用火，以之用火，没错，尼安德塔，根本干不了，根本不是这块料。对，你就承认自己是一头野兽就算了，你知道？我觉得那个是被什么激发出来的？你不用这种东西跟别人没有关系。妈，每次都要牵拖别人，是哦，讲一些对啊，不要牵拖别人，你讲真的很幼稚。你讲你，我觉得你超会呛谢宗翰，我想要付钱给你。不是你每次都要牵拖别人，那你讲你自己，讲自己就好了。比如说你看拖，对你来说，你觉得你哪里有账户？你活到汇款，你活到现在39岁，今年39岁嘛？对，39。你觉得你最近人生最大的挣扎是什么？我可以先喝，我先喝，我们2个先喝。你这我们4个先喝。你问我就掏心。以下为付费收看内容。突然间我知道什么是以之用火。对，我们把这个留在会员频道好了。氪金才可以听哦。好，就是我人生需要经历一段重建的时期。现在嘛，还是现在啊？这个已经过去了。对啊，所以我就努力减肥。
瘦了10公斤。你刚刚努力减肥，你根本没有在想减肥吧？哎、你到底要绕圈子绕多远？直面这个问题，你人生目前最挣扎跟纠结的东西是什么？其实我现在我觉得我过得蛮不错的，就是你找，不要录了，不要录了，这一期不要录了啦，真的，不要录了啦，他妈变回当年的官腔中，官腔。 8月24那一天，只有谢宗翰唱歌，不要听哦。官这可以讲吗？过得这么好，你出来唱歌干嘛？我前几天看到那个新闻，关我们什么事？不是回答问题啊，不要讲。波曼早就离婚了，他不讲。对啊，所以你纠结到底是什么？到底这个很困难这不是每个人。你不一定要伤害别人，那你可以自己纠结啊。对啊，需要我救你吗？不要再不要救他，了。不要救他，不要救他。他的人生，刚刚我跟你讲，他的人生没有人你不能保他一辈子。他的人生没有人可以救他。 OK， 好。你要再多喝吗？他快要喝完了。帮他倒酒，帮他倒酒，帮他倒酒，帮他倒个泡水，不要。这杯10分钟就喝完了，再看时间，超快，看时间，他喝几杯你就喝几杯，对，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请回答。 Oh my god！ 来了。这个对所有人都很困难。不要讲所有人，对嘛讲你就讲你就好了不要看其他人的困难跟你的困难不见得一样啊。我们这一集有迷因图，好，还是我跟你讲，讲不出来，讲不出来，讲。笑死我不要，我要听他讲，我要听他。小婉真的，我跟你讲，不要勉强，真的。不然你说我有一个朋友，我最近有一个朋友，你有 OK 张老师专线，我有个朋友，你真的有一个朋友也叫谢宗翰的，同名同姓。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都很单纯。不要扯到别人，扯你自己的。到底还要你开头就对啊，对，你的还要你不可要先出来，还要你对不要拉你的伙伴下对，水，不要有前奏，然后要直接主歌没有啊。下小婉，我问你个问题啊，直接副歌就下去了。副歌下，副歌副歌下，不要哪一首副歌？就是前奏不要那么长。对，不要前奏。前奏是江江的，真的，真的，间奏也是江江的。你直接来副歌好不好那一句话到底是什么？爱喜下回，你喘了超多口气的。我突然发现你们3个人的组合应该是前奏跟间奏都是江江，开头都是维尼，然后你他妈副歌出不来，好困难怎么可以这么幽默？刚问题是什么？我已经忘记了，实在太好笑了。就是你的纠结是什么？宗翰的纠结是什么？对。你纠结就是我最近就是在重建我人生啊，但是我觉得很棒的是，我们8月24号有个北流演唱会，我就把我讲完了，我把我重心都放在这里，太棒了，笑死我了！开心哦！除此之外的，你是除此之外，我人生就没有别的重心。你今年只有活8月24号那一天吗？我觉得是后面我都没在想，前面也没在想。那你除了8月24号以外，你纠结的点还有什么？我觉得今年对我来讲是一个失去蛮多的一年，就是我的猫咪也过世了，然后我的阿公也过世了，然后对啊，阿公也是从小就是一起长大，对啊，然后我就会觉得说，哇，你很多这种面对失去的时刻是，你以为你都准备好了，就是或是你有一些可能看到说有一些征兆之类的，对，可是那个中间的过程其实还是
很难熬，然后真正到面临那一刻的时候，你还是会发现说你根本没有准备好。对，那我觉得我今年好像就是一直在经历这个过程。对，那但我觉得我也蛮幸运，就是我蛮多朋友的，就是他们陪我一起度过这样子。因为我以前都是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我也没有在管别人过什么生活这样。对，那反而是因为真的面临了这些困难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个朋友跟你聊聊，其实很好。你最近一次在心里面呐喊我真的很痛是什么时候？我觉得男生反而讲不出来，男生会更容易去把一些情绪隐藏在，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了，就是你觉得你在你人生这个阶段，对你来说，你最纠结跟挣扎的东西是什么？你总是会有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对啊，刚刚你去上厕所之前不是自己自爆了吗？一直不停的在你的内心环绕。我总觉得人生在不同阶段，他问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对。比如我们年轻的时候出社会，就会遇到很多社会的现实啊，然后你就会很靠北的说，干他妈，老子难道就只能这样当一个社畜或什么的？你总是会有一些怀疑嘛。对，对。但到你现在这个年纪，你最近的心境是什么？好，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不能讲的啦，就是离婚也没有代表怎么样嘛。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现代的事情嘛，就是好，不要又说我看透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的确就是我就离婚啊。那但是这个过程当然我觉得我花蛮多时间去调试的啦，对吧？就是但就是我们在。就是一个不同的生命阶段这样子。那我可能以前也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嘛。我后来会告诉我自己啊，就不要把这件事想成是一件很痛苦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就是它也是一个过程。然后不是，钟汉，这个社会。怎么去看待离婚这件事情一点都不重要，或者是它是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或者是多怎么样，它一点都不重要。你如果疼痛，它就是疼痛。对，我刚刚的问题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就是你最近的纠结，或是你过不去的问题是什么？我没有要在意离婚这件事情，在这个世俗。到底这个框架下代表什么意义？我根本I don't really care。他妈，我们身边的人他妈一半以上都离婚了，到底有什么？但我在意的是，对你来说，你内心的纠结是什么？我觉得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就是你的纠结是什么？你的挣扎是什么？你心里面那种没有办法过不去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觉得以前会觉得你可能人生的付出跟收获是会成正比，对，那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会这样想嘛，就是你付出多少，你很努力，然后你会期待有些收获这样子。那可是慢慢你会发现不是这样的，对啊。那可是到一个阶段，你也不见得会那么在意这些事情。对，你觉得反而是付出是一件很棒的事情。就如果你有能力去对任何人付出的话，但今天就是说，过意不去，就是说。你以为你可能不在意了，可是你其实还是会在意吧？这就是我觉得比较辛苦的地方嘛。所以你在意的点是什么？在意的点就是，我觉得你如果很爱一件事情，对。那你怎么可能
就是把这件事情很简单的就放下。这件事情很困难吧？就是如果说，对啊，像今天我们玩乐团，好，就是我绝对不可能说，我今天，我要离团，然后很轻松把这件事情放下，绝对不可能。对，但我不是说这件事情要发生，没有，这是一个举例，就是如果你真的很爱一件事情，你用，对吧？你怎么能够？不可能嘛？不可能嘛？你说出来，你直问的问题是什么？我跟你讲，我懂我知道你的，我懂，我完全明白。那个简单讲就是，你如果真的爱一件事情的话，你怎么能够这么轻易的就说放下就放下，说离开就离开，说不爱了就不爱了。对啊，就很像我女儿有一次问我们的问题，就是说，妈妈，你有几个前男友？她在问她，她是问说，妈妈，你还有跟你的前男友有联络吗？然后我就说，有一些有，有一些没有。他就突然转过来说，所以你有很多前男友？对，然后他下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们当初相爱为什么要分开？我靠，哇，果然是你们的小孩啊！对，可是我可以完全明白你的心情。我觉得你就很像我刚刚形容的那个小武生啊。我认真，他不是一个贬义。我觉得你会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啊，其实简单来说，你是一个很天真的人。你是一个很天真的人，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就是要很纯真的人才会问这个问题耶。因为其实以世俗来说，这个问题超笨的。哪有什么为什么，就是这样。有没有？大人都会去告诉你说，就是这样啊，这很正常啊，这就是人性啊。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对啊，但像我女儿问说，你们当初相爱为什么要分开？我靠！我说实在话，她问那个问题，我们整个就被忽然被打死了，说干我们为什么这么复杂？东汉，我跟你讲一件事哦，人应该是很单纯的，不是就应该想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我其实有问过同样的问题。然后呢，我跟我第一任男友分手以后呢，我有10年的时间，就是在爱情里面，我维持超过1个月都很棒。什么意思？就我有10年的时间，我的感情通常都不会超过1个月，1个月就很厉害了。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棒。所以你根本走不出来啊。对啊，我有10年的时间是没有走出来的啊，因为我疑惑嘛。我用10年的时间去问到底爱是什么。我没有理解到底爱是什么。我指的是爱情里面的爱，我不懂，包含我的原生家庭带给我的很多在婚姻上面很 tricky 的一个价值观，就是你看不懂那到底是什么东西。或许那个在问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如果人跟人之间相爱的话，为什么要分开？其实他很有可能问的很根本的问题，很天真的问题就是这个嘛。其实没有，他只是很单纯的是，如果你爱我，如果你说你爱我，你怎么会放手？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而已，没有多余的杂质。就是如果你说你爱我，你为什么会舍得放手？为什么？你不明白。你不明白，因为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舍不得放手。就好像他刚你问他说爱是什么，那个是付出一切。我都把我自己所有都付出给你了，为什么你会舍得？我跟你说，那种东西就很像有一种心情，就是看风雨没有关系，即便经历很多的风雨都没有关系。你会相信一件事情是，我们有一天会看到那个风景。所以在经历所有的风雨，你都会觉得，我相信这个人会跟我一起度过。我知道你不会放手。就是宗翰是那种，他知道有一个人在放他这一支风筝，他就会觉得安心啊。然后他就会随着他控制的那个力道方向往那个方向飞，所以他突然放手了，你知道断了线的风筝会怎么样？
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要飞去哪。我们有8月24号北流演唱会。What the fuck？What the fuck？但我跟你讲，这都是一个过程。那有这样的心境，我觉得很棒。有这样子对自己的提问跟对方的那个提问，或者对这个世间的提问，我也觉得很棒。我今天真的是，我真的突破，因为我真的讲不出口。我没有在任何节目上讲出这种事情。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件事情可能大家都有发生的几率。我是说，对，就是离婚，但是因为谢宗翰是一个，就是他一定是对朋友很好，那就是想当然尔，他会对他结婚对象会更好，好到那种就是什么要捐血是不是啊？我血全部捐给你，付出一切的这么好，对。所以当这件事情发生在宗翰身上的时候，我自己会觉得说，第一个反应是这个世界真的是不公平的世界，怎么会发生在你身上？崩溃了。对，也没有崩溃，就是我知道这只是几率问题，然后怎么就这么巧？然后第二个就是想说，那就是不知道他要怎么从这些风暴脱离，对吧？因为一定是需要时间嘛。我知道他的基本个性是什么，所以其实我刚刚听到他说，我在重建我的人生的时候，觉得不错，好像有开始那个重建。我很努力耶，对，我努力在重建我人生。对啊，但如果你比如说我想要花50年重建，那也没差，对吧？对，又不会怎么样，对，反正你做任何事情只要不犯法都 OK。那做这件事情完全都不犯法，对吧？我也希望不要太努力。真的，我没骗你。对，想干嘛就干嘛，这不需要太努力在这件事情上面。宗翰，我问你一个问题哦，你觉得你是个任性的人吗？我以前不是吧？我不能说不是，因为如果说一直在做音乐，我觉得这件事本来就是超任性的。我刚刚就说他就是一个野兽来到这个都市，觉得他自己就是都市人呐。我想融入这个都市。对，但我还是回到一个最直接的问题，你觉得？我觉得本质是啊，你是一个任性的人吗？但是我会想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爸妈的期待。所以你觉得你是一个任性的人吗？是。就势头野兽，就说势头野兽，笑容，对不对 ？OK 啦，你在我这个象限里面没事。那其实我觉得，我其实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就是我问一下问题啊，就你觉得你是一个任性的人吗？这个问题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判断。我只是想要听到你自己的答案的，因为这个答案本身代表你对你自己的期许。某个程度上是这样。你进入这个社会，你总会有一些你知道怎么样对你会比较好，你知道怎么样会符合社会期待的东西，但你对你自己某个程度上会有一个期许啊。我很想要知道的是你对你自己的期许是什么，因为你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你就不符合你自己嘛。某个程度上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要符合这个社会的期待呢？我也是一般人啊，你一定会面临到很多社会压力，或是爸妈对你讲的话之类的。可是你本质就是一头野兽啊。对，可是你人不是很年轻就会认识自己要做什么，你会有很多困惑。好，比方说大家会说你要去探索自己的兴趣之类的。对，大学可能就是这样的过程，所以你可以去选很多不同的课程啊之类的。那我也是经历过这样的过程。对，但到最后就会觉得，对，你还是会问你自己到底想要什么。那我觉得就比较幸运的是说，我在探索这个过程之中，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对吧？我还是有乐团一起，对吧？那这件事情是我觉得最棒的吧，应该是。那你有想过他们觉得很辛苦吗？会吧，一定我帮他们讲的。一个中的一个高一，还要推荐一个小武生。可是我帮他们讲一点话。他们也很任性，好不好？他们也任性。对啊。这问题是对维尼来说没有问题啊。我知道他没有问题啊，因为维尼本身他是一头野兽，他就从头到尾他就是一头野兽。我一开始就知道了。对，可是这个人也是经历很多挣扎。对，你说维尼吗？我说江江，你干嘛把江江拖下水？那我觉得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一定有经历某一种程度的挣扎，每个人挣扎的程度不一样，也没办法比较。OK，对，我最喜欢听人家挣扎是什么？我跟你说，我突然觉得谢宗翰是一个超害怕寂寞的人欸。怎么说？
因为他总是要把别人就拖下水起码有一个一定要拖到跟他一起。好像是对，对啊，他我喜欢躲在后面啊，我是鼓手啊，他我躲在后面。他3句话不离他的团员，对，而且他怎么样是很棒？他拖不了维尼，他拖江江。你们真的很可怕，这样哦。这拖突然觉得江江好无辜。他连我是个鼓手都说出来，对，真的。会不会我们真的会就是互相 take care，就是作为乐团，我觉得真的就是你们就是因为你们给他太多 take care。对。我刚刚想问他问题是你有多么不想要负责任？负责任，我很负责任啊。你都把别人拖下水，哪里负责任？你不想自己一个人负责任，但有别人一起负责任，你就会甘愿负责任。对。你可不可以今天拿着讲几句话？是说我谢宗翰今天生而为一个人，我今天为我所讲的任何一句话负责任，我不要拖我的团员下水，我不要拖我以前的伴侣下水。我今天想讲的话就是我想要讲的话，你讲出来。是不是？他可以讲，但他讲完最后会留一句说：“不过江江也是。”我知道了，他拖不了维尼啊，真的。维尼 keyboard 的时候，你知道吗？他就拖江江下水，对啊，就拖江江。所以原来真的，我说江江就是站在天平中间两边被人家拖。所以江江是高一。高一我是高 OK， 对，稍微成熟一点点。哦，这样子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平衡，因为我没有那么喜欢你平衡个屁！我没有那么喜欢站前面。你不要一直讲场面话啊！你不要一直讲场面话。我问你一件事情。好，你问我，到底有多少乐团的鼓手有在唱歌的啦？很多好不好？很少好不好？斯坦的变化球。对啦，那不多啦。他说全世界比起来 ，Phil Collins， 对啊，对，不多啦，很少，对不对？趴数很低啊。你想讲话啊？你有话想说，你有话，然后我讲话就是在歌曲里面的。对啊，平日说不出来，所以我们8月24号要去听。哇，说出来还是要把维尼跟江江拖下水。真的，他比较会讲话，去北流听你说话。我没那么，这个我觉得可以直接剪成广告，这太经典了，太经典了。你到底我问你一个问题，你到底害怕什么？害怕什么？这是一个害怕吗？谢宗翰到底在害怕什么？你内心的恐惧是什么？恐惧。哇，这问题很深诶。我觉得谢宗翰是一个他不喜欢冲突的人。对，可是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我跟维尼非常常吵架，对，就是我们他就当和事佬啊。他刚刚说他不想了，对，他不想当和事佬，但是就是很明显，如果以乐团来说，就是以我们3个人来说，就是我跟他都就是没有在怕的，可是他可能没有太习惯，就是冲突讲他的可能内心的想法，他可能会以和为贵这个前提，可是我根本没在管的，以和为贵，所以你们俩吵架，你们两个自己都还好，然后他就很难过。我跟你讲，他会希望不要吵架，对，但其实他内心就是，其实他最想要他妈的讲一些。不会，其实不会，他是很稳定的人。没有，我跟你讲，他没有，他完全没有。小武生自以为知所进退。哦，这样子吗？也是以之用火。我们这一集，OK，我对这个理解错误了，这样子，对这个理解错误。他其实就是以之用火的代表，好不好？他是那个山顶洞人，以为他自己是什么以之用火啊！笑死！我觉得今天他一直被攻击。对，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攻击他。Oh my god！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以前在演出的时候，就是他都会被谢宗翰都会被大家拱喝酒，他以前就是会躲酒，他现在不会了，他这2年不躲了。对，就是我觉得那种越躲的人，他就越会被攻击，所以就是就今天这个状况，你赶紧吹啦，你赶紧吹。
好，但是我觉得他是你要问我以和为贵，以和为贵啊。没有，我觉得我真的没有那么喜欢，就是成为一个焦点嘛。就那不然，我真的觉得很多鼓手都有这个性格。我觉得一定是这样的，就是你不要是你不要扯其他的鼓手，不是不要扯。但是我有想要讲的话，所以你觉得你是一个勇敢的人吗？我是吧？我还是会想要把我想做的事情就是去做啊。我突然想到，我觉得你很少要求别人评论自己。评论自己就是我几乎没有听到你问我说，你觉得最近的我怎么样？最近的我就是，或者是说，我做的这件事情是对还是错什么的？我突然想到这件事情。他没有在问这个事情。你觉得我这个鼓怎么样？我这音色对，但是其实虽然说我这个人很任性或者什么，但是我其实蛮常会想要问一下，的确问一下其他人的意见啊。对，有时候是好奇，有时候是真的想要知道。对，但你几乎没有在，几乎不会在想要透过别人。那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会吧？因为我觉得我不需要知道别人的意见，我自己知道我自己的程度在哪里。其实不是吧，不是只有音乐哦，我是说扩到其他的可能也是。其实是你不敢听吧？我不敢听啊，我们来，你死定了。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我们先来听一下。来，现在江江跟维尼觉得谢宗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啊？说不是你死定了，怎么是我们要讲？他问说我们对啊，对，我们去给谢宗一点 feedback。不是，我要先问，你觉得维尼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觉得江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最后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没有一个问题可以给我躲过的哦。简短的回答就好了。可以，篇幅有限。维尼就是一个很任性的人嘛。从头到尾都是这样，从我认识他第一天到现在都一样。对，任性中带着理性。你不用自己补好不好？你不要在那边靠美化好不好？你自己美化什么美啊？然后江江嘞，江江就是会在任性跟理性之中去寻找一个平衡的人。那你自己呢？我算是一个蛮稳定的人。就是我会知道我内心真正想要做的事情，但是同时我也会去努力去符合我爸妈的期待。对，你讲完都没有觉得不好意思？为什么不好意思？维尼，换你。维尼，你看，你讲一下谢宗翰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你顺便也讲江江好了。对，顺便讲讲，一起都评价。好，评价。先讲江江。先讲江江。我觉得他一直在处理他跟这个世界的信任危机啊，信任危机。OK，对。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他需要一面镜子，这样子。我觉得有些创作者是很努力去练一些技巧什么的，就锻炼他的创作技巧，然后去想办法表现，就是一直去练拳。技巧对，就是有些创作者是需要苦练的。对，但其实他不用。他在他擅长的一些领域，擅长的不擅长还是要练，是不用练，但是他一直没有那个镜子可以去找，或者是忘记找镜子，所以他就一直有信任危机。就是说他的技术本身不需要怀疑，应该说他擅长的东西并不是技术。对，但是他会忘记看这个，对吧？但他的心法要练一下啊。对，就是他就是会在这个圈里面。懂。方法不需要看了啦，但是要看的是心法。对，要找到那个镜子，然后跟那个镜子沟通说，我要信任一下。那谢宗翰呢？谢宗翰是什么样的？我觉得谢宗翰就是简单的就是狼熊鹤，对，狼熊鹤就是狼熊鹤啊。怎么是要熊鹤？就是你不能失去自己呀。对，就是你要有时候你可以妥协这样子，但是你不可以失去自己这样。因为到最后，比如说你醉倒的时候，或者是你很爽的时候，就你还是你这个世界的中心这样。就是定锚点。对，就比如说像比如像疯狂麦斯，他那个草原上面一个荒原上面，竟然还有一棵有在发芽的树。这个就是我认为这个是意识的那个中心那棵树。因为对，然后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在那个树的旁边，那你不能就是没差，我这叶子都拔给你，然后最后你会倒下，不行。对，人不能太好。对，但是我觉得过去的事情
就算了这样。因为我刚刚听到谢章要重建的时候，我自己是蛮爽，说哇有在改变的。对，那你怎么形容你自己呢？我就是个小朋友。对，我觉得我其实蛮容易忘记不开心的事情，然后每天起床都会眼睛睁开就好期待什么。肚子又饿了，今天真的是新的一天。大薯来一下，然后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我不能说那个是乐观，可能是比较笨一点。应该会路过去了吧？应该可以吧？我的伙伴们应该还有力气吧？这样冲啊冲啊冲啊！那可能目前是因为运气好，所以都还有冲过去。对。但是8月24号的北流就，这太强了，厉害，这个太厉害了！我操妈呀！这个时候还可以拉回来，妈的8月24号，继续也放又有成的。我觉得我们今天这一集的标题叫8月24号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是8月20号已经。有风筝要掉下来了。对啊，有人要开始喝酒了。这样换你。我先讲维尼好了。我觉得就是维尼讲他自己的评论跟我对他的看法就是蛮一致的。怎么可以这么任性到这个年纪？因为我自己有小孩。然后我那时候有小孩的时候，我就说，因为我觉得我人生中觉得最难相处的人就是他，就我就哇，然后你们相处了这么久，有够难搞这样子。然后我说一定是水瓶座的错这样。然后我妈妈也是水瓶座，但我妈妈也难搞了。然后呢，我就哇，我觉得就是维尼真的很难搞。然后因为我们就是成团蛮久的，就是除了谢周安后来会加入之外，就是我们两个就会一直吵架之类的，就是血气方刚的时候，然后。但我某种程度也非常佩服他，可以就是保留他那一块很纯真的那一块。然后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那时候我在上班的时候，就是他在当吉他老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看他可以就是教了整天的吉他，然后还跟我们练团。我觉得哇，这个人就是很不容易之类的。对，对，野兽终究是头野兽。而且他就是只吃肉那种，我什么都不要，我只吃某种肉，我只吃那种肉，什么那个西班牙那个什么很贵的猪肉，对，他只是像伊比利猪，他只是像是最高级的那种5A 有没有？最香5A 那种，然后片出来就超香的，有榛果味的，带这个，然后我觉得这是奇珍异兽，就是。然后谢宗翰，我跟他认识才，你还没说到跟你儿子的渊源，但是你一个日期没算好，就会生出一个水瓶座。没错，我说我不要水瓶座啊，这样超难搞的，真的啊。然后就还是水瓶座，命啊！命。那谢宗翰呢？谢宗翰，我跟他认识实在太久了，我觉得他就是一只牛之类的，就是所谓钻牛角尖，就是完全就是为了他存在的的词，他会认定某一个方向，就是会。他就觉得是那样，陷入到某一种情绪里，就是会很夸张，我觉得很极致，而且他绝对不会听你讲什么，就即便我可能是他现存的朋友里面跟他相处最长的人，但他绝对不会听我们讲什么，就是没有用，对。然后你说他是个野兽吗？他是个就是什么野外的公牛之类的，对他没有要理你啊，他没有要理我，对，但是但我觉得试图假扮是一个都市人，对，他以为吃素就不是野兽。这一句话蛮好笑的，吃素的力气才大哦。老公就只是吃素的，真的吗？没有，他只是不吃红肉了。OK， 他以为吃素就不是一刀野兽，这个蛮赞的，对，好好笑哦。所以就我们这一节抬头就，这个超赞的，对，反正就大概就是一个，我觉得他永远都在钻牛角尖，然后可是他在可能这一两年他。好像比较知道自己在钻牛角尖呢。反正在他钻牛角尖的当下，就是好，你讲这样 OK， 好，你认为这样 OK。但是他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就是他可能会稍微愿意听你讲什么，就是最大的不一样，这是可能是他的自我重建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其实我本来不会觉得他会这样改变的状态。
对，你已经放弃了。我不是放弃，就是我觉得他这样的改变，他没有抱有任何期望，很新奇。哇，你会听哎、欸，对，我觉得这个是变老的好处。对，有人历练之后，不然会珍惜这，对，要不然他就会钻到一个就是好像这没路了、欸，好像没路了。对。那你怎么去看待你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就是永远都是情绪满点的人。我在学习怎么样平静的跟自己跟周边的人相处，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太困难了。是不是？对，站在天平，两只脚打开。对，范达美胯下觉得有点酸，就跳没，就跳没。对。我觉得你还蛮辛苦，但你以这个为乐，以这个为乐有吗？有啊，就两边平衡这件事，你好像不做这件事情，你就没有安全感啊。对。就你忽然间身边可能没有谢宗翰跟维尼了之后，你会不会就忽然就觉得无聊了？会不会？我觉得蛮有可能的，蛮有可能。不然没有这么极端性格的人。哦，对，真的很极端。对，一边左一边右啊。两个就是他妈两个，一个极左一个极右，踢笑的人这样。对啊。一个吃肉，一个吃素，但都是野兽。对，但吃素的真的没有比较，没有吃素的没有比较好啊。好像是这样子。那你觉得维尼跟江江还有你自己？我觉得我们一样啊，我觉得我们你不要一样啊！你觉得维尼是什么样的人？你觉得江江是什么样的人？我刚才已经讲，他还没讲啊，没有，他刚刚讲的就是你知道政治人物会讲话。对，这你他妈去，你要不要讲又好像没讲，对，你要不要去？就是谢宗翰的强项，你要不要出来选啊？妈的！对啊，你真的要不要出来选？你的 slogan， 我之前会呛爆你的 slogan 就是谢天谢地谢宗翰。等一下，你到底有没有讲？我现在我讲，可是我就只有讲一句，因为他们叫我讲很简短的，所以我就讲一句。来，你讲，你觉得维尼是什么样的人？维尼哦，我觉得我刚才有讲嘛，第一句是他是一个很任性的人。我觉得他有时候任性到一个程度是说，干我会对他很不爽。不爽的原因是什么？不爽的原因是我干这个人，你现在到底怎样？你讲这些话，他影响很大可是他根本不 care。你有觉得你不爽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也想要这么任性吗？我觉得是啊，这件事情很真实，是说你20岁这么任性，大家都觉得你超酷，可是你到40岁还这么任性，更酷。一定更酷的吧？很酷啊，很酷啊。可是我觉得很多事情要继续。对，然后其实他还这么任性，然后其实你是反过来，但是我已经放弃了，就是我觉得，因为你20岁的时候就是完全没有任性，然后你现在40岁才开始要任性，某种程度，但是我觉得他是。换个角度来讲，我常常会觉得他是我觉得要任性的一个人生导师。谢宗翰真的很有打大师，所以你骨子里其实你是想要任性的。我想要，可是我做不到像那样。你怎么会这么欢呢？这样很欢吗？就欢呢？为什么很欢？你就是有很多。其实你是原本是吃肉的吧？不要再吃草了，是不是？不要再吃素了。你只要环臂吧？那个什么植物肉还是什么？我跟你讲，你今天环臂吧，你今天就环的，真的。哇！你背都背不来都不爱，你环臂吧，超好的。你直接搞团来，对，你跟他讲，那个你刚刚在讲维尼，所以你我继续讲维尼。对。我刚才讲到什么？你说你很不爽什么？对，那么任性，有时候可以这么任性，刚讲40岁还可以怎么？有时候会不爽。我想说，干你也太幼稚了吧？妈，你才20岁哦。对啊，可是他就这样啊。那我后来我也认知到这件事情。你羡慕吗？我很羡慕啊，我很羡慕啊。对啊，我跟你讲，这种环臂吧，就是15岁在指责19岁，你为什么可以这样？你干嘛这样？我要啊！我也想要2份，然后你都先了，我就不可以了。我跟你讲，大薯一次要来2份。对。但这就是先天的设定不同啊，先天他就是这么任性。理解。对，每个人先天设定都不一样啊。我就不是这样啊。那但是他可以这么任性，我觉得很酷啦。懂。讲嘞，江，
我跟他认识就是超久的啊，就是你刚第一句是讲这个，对啊，没有，我第一句是讲说他在任性跟理性之中摆荡，好像有。对，可是我老实说，我们因为高中就认识了，对，那时候其实不会了解对方那么多，我们只觉得哇，我们好像有话聊这样而已。然后，但是后来大学我们又一起来台北念书，然后我们又住在一起，我觉得我们就兴趣真的蛮合，就是对，因为其实不是每个朋友都会喜欢音乐或喜欢一些次文化之类的，对，这其实蛮难得。然后后来玩团，然后反正我去学鼓，然后他还说他学贝斯，因为我们一起去看表演啊。对，就这一切都是不是在计划，就是不会是我们想说哦，我们要这辈子要这样20年，没有，绝对不可能。那都是就是一个机缘，但是我中间也是跟他吵超多架这样。那你内心深处觉得江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内心纠结超多，他比我纠结更多。我跟你讲，我以前以为我自己金牛座我已经超固执，没有，后来发现没有。今天有一个人，如果说他比我更固执，只有江江而已。固执吗？我觉得是固执哦。纠结我可以同意啊，固执不一定。对，但 fine， 但是我意思说，你觉得他是纠结固执的？因为我跟你说，维尼他的想法我都可以某种程度我可以理解，因为他相对之下比较单纯，他就是很专注在。所以你觉得他是复杂的？他比较复杂，江他会想很多事情嘛，他想很多事情是老实说我想不到的，但是当他 feedback 给我们的时候，就会OK， 你是这样想，那我会去试图理解这件事情。但这件事情是，当然它是花很长的时间，然后就是这个是我当初认识他，我也完全不了解嘛，我会觉得说哇，我今天金牛座我会钻牛角尖，他刚才说我钻牛角尖，没有，他才钻牛角尖，这很酷吧？你知道天秤座也很钻牛角尖吗？同意。对，但你怎么看谢宗翰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蛮喜欢我现在的状态的，就是不要讲场面话，不是场面话，这是真心话。我喜欢我现在很专注在我要准备我们北流专场，8月24号吗？没错，8月24号。OK， 这个是我现在觉得我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也是唯一的目标。但你没回答我的事情。你的问题是，你觉得谢宗翰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就是一个没想那么多的人。我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人，我就觉得当下什么事情是最重要，我想要去把这件事情做好。我问你一个问题哦，就是压力测试。好，你觉得谢宗翰是一个勇敢的人吗？我觉得我很勇敢啊。怎么说？如果你可以今天知道一件事情，它就是很可怕，会花你很多时间，然后你的人生就 fuck up， 你还是要去做。但是那件事对你很重要，你就会去做。我就是会去做那个人。你觉得那你觉得谢宗翰是一个脆弱的人吗？是。你脆弱体现在什么内容？体现在我自己啊，我不会跟别人讲。我自己处理而已。但你遇到什么事情你会脆弱？遇到大到你个人无法处理的事情啊，就是面对很多生老病死之类，这种事情是很超越你原本任何想象的。你不会想象到说你亲人有一天会离你去，你知道这件事会发生，可是这件事情永远就是超困难，就是当你会面对的时候，就是很困难。你会形容你自己是一个纠结的人吗？很纠结啊。你纠结的原因是什么？你觉得那根本最本质的问题，你为什么你就是一个天真嘛？我觉得我本来很天真啊，我什么事情都很天真啊。你看，就是说他们吵架，我会去调停，然后觉得这有什么好吵？就人不应该要吵架啊，人不应该要吵架。我们在做同样一件事情，为什么要吵架？吵的是什么？我不懂。就生气了没？不懂啊，我不懂为什么生气。我以前不懂、啊。没送啊。对啊。可是我后来懂，因为我后来被他们激到说，干我也不爽。原来生完气这么爽。对，你都不要管，都是最爽。原来生气蛮爽的，原来很任性是蛮爽的。对，我可以不要去当这个角色啊。但我今天就在看说，也许是因为你们3个人的个性是很不一样，你们才可以一起混这么久。19年呢，应该是一个极右，一个极左，然后一个中间。对，然后你们3个人就是在彼此身上找到很不一样的状态，然后这个某个程度上也有可能另外2个人就是你们的镜子，
去造出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可能是这样的。我最近也在想一件事情，就我觉得我有感觉，因为我们访问很多来宾，然后每个礼拜跟大家聊天讲心里面的话，我其实有一个感受，就是我觉得其实人最终就想要有一个自由的灵魂而已，最终就很想要用我自己的框架，用我自己的理解，在这个世间上活出最自由的自己。它其实就很像你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如果有一天做了一个员工餐，那个就只是我自己的想象。对，为什么他到最后可能可以跟这个世间其他人更多的连结？很有可能就是，其实，在那个时候我是最任性的啊。对，我完全没有在想这个世界的人需要什么，我就是他妈老子现在想干这个事情，我现在想讲这个话，我现在想做这个词，我想唱这个音乐，那就是我跟我自己最接近的状态。那或许这个我跟我自己最接近的状态，其实可以跟更多人更接近。举个例子啊，就张雨生他讲过一句话啊，他就说创作若源自于心灵，不过诚实而已。可是到底我们自己可以对自己多诚实？这个是很难的。像我今天感觉到最自由的人，大概就是维尼了。我觉得他最自由啊。他今天来就是跟我说他不要喝酒。我跟你讲，他超没有要管我们这个节目叫只能喝酒的图书馆。我觉得他超自由的，他很自由啊，他很自由啊。他现在所有把他自己框在一个框架里面，我都觉得是自由的，因为那是他想要去的地方。然后他最后想要炸开来，他有个期许嘛，对啊，现在把他自己 hold 在那里，因为这个是很自由啊。因为那一切都在他的想象里面。对，我现在要知道疯子都长这一款。我遇到创作者，我都会问他们相同的问题，就是你觉得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然后你对这个时代，你有什么样的疑问跟问题？从维尼开始。我觉得我们现在走到一个就是是否在继续过网络生活的一个节点，但至少，但这个是非常我个人的观点。对，因为其实现在有很多正在流行的事情，它是你必须要回到现实生活去参与的。会有这个现象，我认为其实就是武汉肺炎那几年，其实影响很大，因为我们在那几年被迫的在网络，也就是数位生活上面去完成很多就是生活必须，比如说传讯息啊、交友、什么购物啊，有的没的。可是当这个束缚解开之后，我们慢慢的需要回归就是现实生活，就是我不相信有人就是可以像疫情一样，就是都不出门。我们现在反而就是比如像现在什么越野路跑很风行，对，然后或者是大家就是要就是去露营什么的。而且其实我们的朋友们就是大家慢慢的从社群软体就是撤退了，对，当然还是有些人因为他可能兴趣就是我想要跟这个世界用就是这些软体沟通，但其实现在大家慢慢的就是会把对陌生人讲话这件事情就是收的比较回来。对。那我认为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其实就是对于因为我们的创作比较是我们创作分两块，一个是就在家里写歌，写完出版之后要出去表演，就重复的。看起来是重复的，但其实是你每次的演出都是赋予这些歌曲新的意义的。对，所以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必须要活在现实生活的创作者，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我认为我们就是更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就是写完歌之后要尽量的去演出，去跟别人，就算是用语言用说话去解释说为什么要这么做，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像这次发片。我们真的是上了超级多通告，可能是前3张专辑的通告量加起来的这么多。对，但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对，就是我们现在工作量这么大来说是蛮累的。对，但我就是一开始做的时候有点抗拒，但现在就是做到中间，觉得蛮有意义的。对，我们需要四处去跟人接触、讲话，然后就是就算讲的很幼稚的理念，比如说我就是任性啊，想摇滚乐怎么样，大声把它赞，噪音公寓，对，但这个还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要再躲在荧幕后面，或者是不要再躲在非常不切实际的文案的后面。
对，你想要讲什么就大声的讲出来。对，因为其实只要不犯法都是好事。我们就是从海口味一直听到你们最近这张专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哎，这种东西有一种那个画面叫做年轻的时候都嘛很抗，不卑不亢的那个抗嘛，对，年轻的时候都很抗，都嘛很抗，这样。然后你们现在的那个阶段，对我们来讲就很像就是趋于稍微沉稳一点点的状态，就是不要一直这么抗，因为抗久了也蛮累的。现在追求的是不悲，对，不悲啊。然后你们现在就感觉上是有一点点就开始在长大了，终于开始，对，也不错啊，蛮不错的啊，然后像我是从来不想要长大。我觉得比较神奇的是，其实现在老实说，以台湾就是乐团的那个生命周期来说，也蛮少人是真的就是都是全新创作要出到第4张，以及还可以继续想做新的事情，或者是接受新的挑战。对，那刚好我们也是算是比较晚熟的3个人，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幸运的因为就是像刚刚讲那么多，就是也可以体会到我们也是算是天时地利人和，才有这样子，就是可能是互相保护，又或者是互相拉扯的客观环境，让我们可以就是这样一起稍稍晚熟一点。对，那晚熟的意思不是说真的太智障或者是太笨，而是就我们可以多 hold 一下，再去对，或者是多锻炼自己一点，再把这些成果推出来。这件事情听起来不错啊。因为我其实觉得，我有一阵子在讲说人到底是不是幼稚的。以前小时候都觉得幼稚听起来很逊，但我到越老的时候就觉得幼稚听起来很帅。没错，真的。它是一个，就这个字眼，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你会对他。我小时候就很抗拒啊，说：“我他妈的每一天都想要长大，我就想要变个大人。”对，我就不想要我自己是很幼稚。人家讲我很幼稚，我就很生气。但我现在是人家讲我很幼稚，我很开心。对啊，对江江来讲，现在你觉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时代，什么样的时代？然后你在这个时代，你最想要问的问题是什么？我最想，这个是你对这个时代你最想要纠结的问题是什么？纠结怎么说？我觉得现在是什么梦幻泡影的时代。我们看着别人的生活，很容易可以窥看到别人的生活，可是那可能都是梦幻泡影。就是因为我现在有小朋友，我很常带小朋友去海边，就是会有那种穿得很漂亮的泳衣的，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好，就是他可能就是下车拍15分钟就离开了。他是为了拍那个一个 moment， 对，那个 moment， 对，但我觉得这是没有什么评论，只是说，可是海边有很多很棒的事情，你可能要待足够久的时间，或者是你真的要就是怎么样你才可以体验，就是那个东西需要多少时间，它就应该要多少时间去做。但是其实蛮多时候我们会被这些什么奖励机制，这些平台的奖励机制，让我们去花很多时间在分享这些事情上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会造成蛮多疏离，或者是寂寞、孤独，或者是怎么讲，觉得自己不够好之类的。就像比如说音乐季会盛行，或者是大家会约去爬山，这种就是真的超类比、超古老的一些社交活动好了。然后我觉得那些东西都就是有它的道理，就是你如果真的有被某种东西击中的话，而并不是持续在追新的网络议题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这也没什么不好，就是比如一些很瞎的那种什么中国认知战，你当然要知道说他们在干嘛，对吧？但是我觉得这个年代就是你要花很大的心力才可以找到内心的平静，然后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困难的。然后我的提问应该会是说，我其实会蛮好奇大家怎么找到内心的平静。就是你不可能一直刷别人过得很好，然后你内心获得平静吧？不可能吧？但是就是基本上，要么就是你在网络上看到别人就是永远都很愤怒，或永远都过得很好，
但是有没有那种就是超级？我今天在钟汉家看了一本什么不要急着长大嘛，哇，那本漫画几乎没有在画什么重要的事情，可是我现在好喜欢这种东西，就是他很认真的画，没什么重要的事情，对，比如像横山家之味那种，哇，他光炸一个那个炸蔬菜，他可以花不知道5分钟嘛，10分钟，不急，对，就是哇，这太棒了。然后我觉得我们没有去歌颂这种事情，因为毕竟演算法就是大家在那边跳舞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寻求内心平静，我其实还蛮好奇别人在干嘛的。如果说我要提问的话，钟汉呢？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时代，跟你自己目前身处在这个时代的个人挣扎？这个时代就是一切都很快啊，就是快到就是你好像很容易就 miss 掉很多很有趣的讯息，然后别人在讲什么你都不知道。我通常都是这样啊，那别人在讲什么，原来你在讲这件事情，我都不知道。但是好像我觉得我也没有很在意，我就不知道啊，那要怎样？对啊，我也没有觉得我损失什么这样。但因为我觉得那个差别是说，我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啊，反正金牛座吧，就是很无聊，就是很固执，我要做同样一件事情，这样。那你觉得你近期在纠结的事情是什么？你刚才就问过这个问题，我有因为你没有很认真回答，我有回答了。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讲，反正我只要专注做一件事情，我就爽，就这样。哪一件事情呢？玩团。你要说8月24号，好好笑。对，你为什么对于你自己纠结的事情，你这么不好意思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想问的是，我已经有跟你分享过，你为何如此不好意思？为何？这过程啦，不要逼他啦。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一个公众人物啊。不是不需要是公众人，不需要。我觉得可以了，不要你是剪，你拜托你降低我剪片时候的。好，最后我要同时问你们3个人一个问题：你们现在3个人都39嘛？在你们人生39岁的这个阶段，对你们来说，什么是存在的价值？你是说今年当我思考存在的价值？对，因为我觉得人会在不同的时间段去怀疑自己存在的价值。比如说，我们18岁会怀疑一次，28岁会怀疑一次，然后38、39又会再怀疑，因为每个整数就要怀疑一下。我有想到，我可以先讲啊，你先讲啊。我们今天在我们录专辑的时候，反正总之我去年安排了一个那个家族旅行，然后刚好是在我们录专辑的中段，然后就是忙得要死，累得要死，但是还是得去，就是机票已经订了，就是家人要出国。其实我内心是就是怎么讲，就非常有够混乱，就是太多事情卡在一起了。然后我就每天开车，而且我都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行程不是我安排的，我就当个司机。因为我小孩要跟我一起去，然后我太太也有跟我一起去，就是一个家族旅行这样。我在开那种。就是去日本的乡间的有种内心是，就是其实我根本就没有在想事情，然后我就开在那个道路上面，我突然觉得我好喜欢这个感觉。我就是看着那个导航，然后开车左转右转什么之类的。因为我是一个，如果我不知道去哪里，我会很焦虑的人。可是那是我人生第一次，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就是行程是我妹妹安排的，她就帮我设好导航，然后我就负责开车，因为他们要喝酒，我们家人全部都超爱喝酒的，然后我就说好，我们要喝酒，我就开，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新的状态，就是我认识到，我其实可以不用知道去哪里，我就是负责开车的人，要不然我永远绝对是那个我一定要知道去哪里，我才会坐上驾驶座的人。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蛮有价值的。理解，我理解这个东西。对，是哇，这是我新的自己耶。可是我是在一团混乱下面认识到自己这样子。一团混乱，我觉得这个一团混乱很不错。对，我一定呢，我近期有什么？你为什么不是问钟汉？钟汉要放在后面，因为他相对比较混乱。钟汉比较混乱啊。
搞不好现在其实蛮有秩序，正在重建了。你刚刚讲到29到30的时候，可能是比较就是会比较想比较多自己的对事情。我对，突然想到一般来讲是这样。我29岁的最后一天，就是我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就是我回到高雄，然后去那个鼓山渡船厂，渡轮厂，反正就是那个坐船要去就 ferry 对的一个转角，我就买了一包丹丹汉堡，丹丹汉堡丹丹汉堡对。然后因为那只有南有薯条吗？有一定有一定要薯条，大薯，但汉堡主要是汉堡啦，汉堡很好吃。丹丹汉堡，我就坐在那边，然后看就是天色慢慢变暗，然后在那边吃那个，然后吹风，哇，好赞！因为我生日是2月，所以就也不会太热。刚才突然想到，我还没有想到我40岁39最后一天要干嘛。对，那好像这是我刚刚瞬间想的，因为最近真的很忙，我没有时间思考。就是明年1、2月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可以做的？天哪，那是不是也要来给自己一个纪念这样子？但其实这个时候再去看风景，可能也因为，比如说我现在也没有那么不常回高雄了，而且我觉得就是年纪大了之后，其实很多距离会靠近，或是说物理上面，因为你比较知道说你怎么样。就是去那边会比较快，或者是我现在相对来说比较自由一点，可能时间比较多，然后预算比较多，我想去哪边，我可以用最快的方式过去。对，所以应该不会是一个去哪边发呆的这件事情。对，但是我就经过今天大家的那个 deep talk， 我觉得我必须要重新审视音乐在我人生中，就是下一阶段要干嘛，或者是乐团，就是这种已经。就是从小时候都很喜欢的东西，那一直执行到现在，似乎是需要来升级一下。可是我觉得他讲这种话会让我觉得人生信仰有混淆。没有混淆，我觉得因为他就是一个对这些音乐好像是一个信仰，对，但是我要升级一个宗教的，他想要升级。但我不觉得你对你的信仰有所质疑是混淆，它很有可能是一个再确立的过程，很有可能啊，就是你把这个你以前相信的东西很多杂质嘛，你以前相信的东西很大嘛，然后慢慢你把它收敛，把这所有杂质不应该有的东西就去掉，你经过很多的辩证，去把这个你相信的东西收拢到一个最真实的状态，它很有可能是一个你自己的需要，它有可能没那么大了。以前我们就想要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嘛，小时候就想，但后来发现我需要的事情其实是我自己的欲望，我想要改变的东西。你知道真正的混淆是什么吗？真正的混淆是你以为别人的需要就是自己的需要，而忽略了自己的需要。我在讲的就是你。你的仙姑提示，他搞不好是你的人生导师因为你一直以来都觉得别人的需要就是你人生的需要，可是你忽略了你自己真正的需要啊！超级那个对立面。我不知道这样讲对不对，可是就我的人生，我已经活到40岁了，快要40岁了，39岁。那对。刚才讲说你说我每10年算一个断代嘛？那好，那我如果今天有个断代是说，好，我今天19到20岁，那时候我们刚成团，那时候乐团还没有正开始，那我在干嘛？对，我刚才在想说，对，我那时候去美国打工，那但是我在想说，那我要的是什么？我那时候想好像就是说可以去看这个世界吧，因为我爸、我阿公他们都去美国去念书这样子，对，然后对我来讲，我小时候就知道他们做这件事情，然后觉得哇很酷，然后有一天我要去美国看看，对，那个是我大学的时候的想法，然后我就去，对，去了，但是我只是去打工而已，但是我没有那么深入的就去认识那个社会，但是我的确就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状况。就是现在回想的话，就觉得就是好像那是一个我很开心的事情吧，就是说有机会可以去认识这个世界。那如果说我今天不去玩团的话，我要做什么？那我就想要去认识这个世界，大概就是这样吧。就是说，如果要有个10年的一个断代，如果有个再一个10年一个断代，然后我今天49岁了，50岁然后不玩团，
那我要干嘛？我就去认识这个世界吧，就这样了。那你最近最纠结的事情是什么？你没有回答我，你没有放过这个问题，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就要继续踩着这个东西不放。我没有纠结啊，我现在过很好啊。干你老师，他妈的，我听不下去了。酒醒的酒醒，你哪里没有纠结？我跟你说，重建第二人生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对，你不要，你看你的麦克风都要沉下去了，你的麦克风都沉下去了，不录了，不理你了。麦克风不录了。